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捏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东美漫辛普森一家第11季第19集。一年52次垃圾之夜，让辛普森父子背上垃圾袋，游窜在春田镇的街头巷尾。今夜我们都是拾荒者。只见辛巴把手伸进一个垃圾桶，挥手掏，瞧瞧他发现什么好东西？小新的新奶嘴。小新也收获颇丰，他发现眼镜仔掀了毛毯，这可是勒索眼镜仔的好机会。辛巴还在旁边补刀，可以一片一片的寄给他，真是一对狼人父子。隔壁眼镜仔都要吓哭了。就在此时，漫画男扔掉了一叠滞销漫画，事实证明他还是有很多受众的。漫画男前脚刚走，后脚就有小朋友像饿狼扑食一样围了过去。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的兴奋劲还没有持续多久，漫画男手电筒就射在他们脸上，他本人则摆出一副早知你们会这样的表情，原来是在钓鱼执法。正当辛巴向儿子需要了新内衣后，突然看见对面夏威夷餐馆外扔掉了巨大雕塑，这对于辛巴来说应该是今夜最大的收获了。不过这惊喜也没能维持多久。这天，辛巴像往常一样抱着小新来到厨房，不曾想自己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朦胧的空气，虚幻的现实。辛巴鼻尖一动，原来是天然气漏了。窗外，辛巴正卖力地向孩子们展现神迹，天然气就是神迹的源泉。弗兰德看了也只能表示惹不起，不过辛妈还是站出来勒令丈夫停止这种害人害己的玩火行为。辛巴还想大显神通，可惜一个小心没拿出雕像，一下子就把草坪点着了，见势不妙，赶紧溜号。老魔在酒吧里，几个酒友正畅饮畅谈，只有巴尼一个人郁郁寡欢。经老魔在询问才知道，他是因为没人借他上周过生日而烦恼，其他人都对他这样的想法感到奇怪。明明大家全参加他的生日，还是在辛巴家里举办的，就只有他一个人忘记了而已。还好老魔子准备了录像。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捏汉堡。哦，不好意思，放错了，这个才是。首先出场的是为巴尼写了首诗的辛妈，可惜摄影师小新，辛妈的诗和狗谁重要，显而易见。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寿星巴尼，此时的他正对新小妹夸夸其谈，他口中的未来，那形势是一片大好。看到自己酒后的那些胡言乱语，巴尼觉得还在自己所能接受范围内，但辛巴很快就向他泼了一盆冷水。你想多了，你醉酒可不是那样的，那只是你的智者模式，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只见录像中出现了一个大毛腿、绿裙子、蓝头发的怪物，辛巴立刻上前阻止辛妈的疯狂举动。定睛一看，原来是巴尼扮的。此时的巴尼还靠着围栏蹲，不过显然他低估了自己的重量，分分钟就突破了围栏滚了下去。陪他一起的还有流了一地的酒。对于酒鬼所不能忍受的，那就是眼睁睁的看酒被浪费。于是乎，巴尼开始舔酒，并且还吓退了想要加入他的狗子。看到自己的囧样后，巴尼只觉得是尴尬极了。不过还有令他费解的事，那就是和警车门相连的手铐。他的酒友们都已经习惯那玩意的存在了，因为都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正当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之际，神不道的辛巴又来了。是啊，不仅丢脸，还滑稽，还说他在收礼物之前就晕了过去。卡尔拿出自己准备的礼物，很适合酒鬼的翌日文具。老谋子也送出直升机教程，但这仅仅是为了嘲笑巴尼。只见他模仿巴尼在直升机上发9分，说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面对这样的羞辱，巴尼可真的是笑不出来。他想要知道失败者是否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看法。老谋子马上说给失败者倒酒，证实了巴尼的想法。这真的刺激到他的神经了，他要去上直升机课程，必须证明给这些人看。辛巴告诉好朋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不像开车能酒驾，开飞机必须保持清醒。小伙伴们不要学，开车也不能酒驾。现如今的巴尼已然是铁了心，竟然表示自己要戒酒。这句话收获的很明显又是一阵嘲笑声。看着狂笑不止的朋友们，多说已然无益。巴尼头也不回的走了。等到巴尼走后，老谋子才回过神来，他是不是就在刚才送走店里的财神爷？那不是只有把这儿改成同性恋酒吧了。谁知远处一位客人气急败坏，感情这不是啊。巴尼这一次决心比任何一次都要坚定，直接一口气扔掉了所有的酒瓶，就连啤酒公司对他感谢照片也扔了。可惜戒酒征途才刚开始就面临了挑战，钢管滑一滑，秒到啤酒吧，给我来杯啤酒。就在老谋子倒好满满一杯后，辛巴说话了，你不是说要戒酒吗？此话一出，立刻让巴尼恢复了一些神智，他跪着求辛巴帮他戒酒。辛巴一向乐于帮助朋友，喝了手中的啤酒就拉着巴尼走了。辛巴带巴尼来到戒酒协会，辛巴也算是这里的常客了。不过这次他主要是陪巴尼，自己并不打算戒酒。在拖走一个在地上撒机油的疯子之后，轮到巴尼讲述自己的经历了。在得知戒酒饼干吃之后，辛巴就被莫名其妙的扔了出去。戒酒之后的巴尼很快就报名了直升机课程，教练是一个很健谈的家伙，并且对于初次接触直升机的巴尼展现了非凡的信任。在提前发送了求救信号之后，就把操纵杆交给了他。巴尼还是有些天赋的，很快就让直升机再度平稳。不过教练很明显喜欢刺激的，接着他又教巴尼空中360度转体，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巴尼都吓尿了。辛巴像往常一样来到老谋子酒吧，失去巴尼之后，这里的确清静了不少。老谋子想让辛巴坐上巴尼曾经的位置上，让他来取代巴尼，成为新的酒鬼。辛巴很不想这样，但这
这却是其他人所需要的。莱尼和卡尔需要酒鬼来淡化自己的酗酒，老谋子需要酒鬼来支撑他的酒吧生意。就这样，在老谋子的命令下，辛巴跳起了巴尼曾跳过无数次酒鬼之舞。然而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喝过一滴酒。对于辛巴被酒友逼着跳了一个晚上的舞，辛巴并不理解，也很不高兴。辛巴却表示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就在他们正讨论着，巴尼驾直升机来到了窗外，家里的东西都被强风吹得乱作一团。辛巴连忙答应了辛巴去和巴尼直升机兜风。两位好朋友就这样在直升机上讨论自己身边的变化。辛巴自然所讲的就是老谋子酒吧，而巴尼所讲述的是自己的变化，以及后悔以前在老谋子酒吧虚度光阴。这样说，辛巴就不高兴了，怎么就是虚度了？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们愉快玩耍时光？巴尼承认他们有过一段很愉快的时光，但是现在他不想再回到过去了。谁知道辛巴立刻跟吃了炸药一样，质问巴尼是不是觉得自己比他强，而且还逼着巴尼把他送回了家。辛巴感觉自己被巴尼伤透了心，回到家就开始哭，整天都郁郁寡欢。一直以来都臭味相投的两个人，突然有一个变好了，另一个心里肯定会不平衡，就像现在辛巴的心情。辛巴只得安慰他，还有莱尼和卡尔呀。谁知道这令辛巴更愤怒了，两个人糟透了。不过马上他又对辛妈说，别让他们知道自己在背后这样说，不然他就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辛妈自然不会说，但是也告诉他，如果真的在意巴尼，就应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去超市买啤酒，辛巴迎面撞上了巴尼。昔日的好朋友现在已经无话可说，辛巴只想快点逃离那里，在被阿普教主给钱之后跑得更快了。现在辛巴只想顾好和莱尼和卡尔的关系，即使需要不停的表演酒鬼跳舞。不过这次在他跳舞的时候，巴尼来到了酒吧，他向老谋子忏悔曾经在酒吧犯下的种种罪行。就在这时，电视上报道了春田山上起火的新闻，唯一被困住两个孩子是小新和新小妹。此时不得不说这两个孩子这段时间经历了。那天孩子们正在电视上看天线宝宝，突然插播了一则照片征集，如果能被选作春田电话簿的封面，那么就能够获得一份大奖——自行车。以前的封面是秃头的照片，打败他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就这样，两个孩子在杂货间找到了旧相机。第一个被选中照片主角就是母鸟卫士。小新对妹妹选择对象不以为然，他表示现在人们喜欢看的就是名人丑态，比如前面那个吃胖的演员那大肚子。谁知道听到他们这么说自己，演员很不高兴，说自己接了一个胖特工的戏才是这样的。说完就边吃边走了。第二个对象还是很有创意的，他们找来了一群狗，让他们像人一样打牌。不得不说，让动物模仿人的能力还真有点艺术的味道。不过他们的拍摄路程注定是坎坷的，好不容易一切准备就绪，竟然被小胖子捷足先登，率先拍下了照片。你说气不气？不过他们还是没有放弃，来到了最后一个地点春田山上，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春田镇，也许拍一个全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小新拍完照片之后，又开始了恶作剧，直接将单次闪光炮打在了新小妹脸上。生气之余，新小妹夺下相机就走了，谁也没有注意到滚落在地上的闪光炮点了草丛。时间回到了新闻报道的时候，主持人表示不能派消防员救火，因为火灾场景将会用于拍摄一部垃圾电影。现在辛巴唯一能够指望的人就是巴尼了，只有他驾驶直升机才能救两个孩子。熊熊烈火点燃了巴尼犹豫不决的心，下定决心之后的实施也具有相当难度。还没有学过右转，巴尼直接把直升机停在了高架桥上，他现在只想逃走。恰逢啤酒车也堵在了这里，半打啤酒滚落在了他的脚边，但是辛巴是绝对不允许他在这时候喝啤酒的，所以直接吨喝光了所有啤酒。酒精上头也让辛巴变得坦诚，他表示自己绝不会让巴尼放弃为之奋斗目标，成为世界上最棒的人。不过接下来就开始胡言乱语了，这样就够了。巴尼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去救下孩子们了，但针对孩子们营救行动并不顺利，因为熊爬上了神梯，还好醉酒辛巴一个倒挂金钩才解救了他们。临走之时，小新也不忘拍下燃烧中的春田山，然而两个孩子用生命争取来的照片却没能被选上。不过不用气馁，因为选上照片还是和他俩有关，那是一张他们小时候坐在马桶上的合照，而拍下他们的人正是辛妈。反正都是为了奖品，还好自行车还在。巴尼和辛巴终于又恢复了朋友关系，他们一起在公园里畅饮拿铁，辛巴表面夸赞，实际偷偷往里面兑了啤酒。巴尼表面上说戒掉了啤酒，实际上为了缓解酒瘾，一杯接一杯的喝着拿铁，全都喝完了才满足打了个嗝。远处的老谋子正秘密监视这一切，阴险地说没有人能够离开他。原来拿铁也是老谋子的产业。巴尼的戒酒经历可谓是异常坎坷，而从中牵扯出的一连串社会问题更是让人瞠目结舌。首先就是处于支线剧情的辛普森兄妹拍照所揭示的一些社会问题，公众现如今所关注的热点已然走偏，剽窃者能够轻而易举得到原创者的努力成果，为了电影产业的利益可以置别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不过本集最吸引人注意的还是主线剧情巴尼戒酒所释放出的那种塑料友谊和真感情之间的强烈
烈对比。老毛子酒吧里4位酒友一起喝酒这么久，怎么样也能称得上是朋友了。但是在他们眼里，巴尼伯是一个酗酒失败者，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摆脱这个身份。而辛巴在他们眼里就只是一个巴尼第二，如果想要融入他们的圈子，就必须任由摆布。过于天真，辛巴还是以为这样就能获得友谊和尊重，到头来博是人家取乐的工具。而对于辛巴来说，优秀巴尼已然背叛他们的友谊，就算被人嘲笑，他也不愿意再和他做朋友。所幸在他嫉妒深切表面之下，隐藏着的是一颗对好朋友最诚挚的祝福。真正的朋友之间，不是从来没有矛盾、没有嫉妒，而是始于志趣、合于性情、忠于人品。真正的友谊，也不是需要你一味的委曲求全才能得来的，而是需要以真心对真心，互相尊重，路遥知马力，日久见真情。时间无法带走真心的朋友，岁月也容不下虚伪的感情。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关注，咱们下次再见，拜拜。